歡迎鎖定 TG Times 強茂集團40週年的特別專訪，我是劉姿麟。今天呢，非常榮幸請到2位重量級的嘉賓，這是強茂集團的兄弟檔，他將在節目的現場呢，為我們來分析，還有呢解說強茂集團過去40年來一路攜手走來，從無到有，邁向國際的心路歷程。首先要來歡迎的是我們強茂集團的總裁方敏宗總裁，歡迎 Jason。嗨，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說說強茂的故事。另外一位呢，是我們強茂集團的董事長方敏清 Jeff。嗨，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今天歡迎 Jason 跟 Jeff 來到節目的現場。那首先我請教總裁哈，當然大家很好奇，第一個，強茂為什麼叫強茂？好，那當初是怎麼發跡的？因為其實過去在很多的故事當中，我們也看到，這強茂集團過去好像跟磚窯有一些關係，而為什麼又會走向我們的科技業跟半導體？好，當初取這個強茂，我想我們常常講根強葉茂嘛。你有時候看市區一些樹長得很高大，但是因為底下它的根不穩，常常台風的時候就倒了。所以我看到這一幕，我就希望說，一個企業是永續經營，它是應該是根強，它葉就茂，所以我才取名強茂。那為什麼會從一個玩泥巴磚廠的小孩來變成來做這個科技產業？我想家裡爸爸那一時代經營着這個八卦窯，所以我退伍之後，我馬上就把它變成一個自動化的自動隧道窯。那經營了幾年之後，我覺得當一個紅磚的 local king 好像不符合我這個挑戰的個性，所以我就到美國去了，去了解一下國外到底離開台灣之後，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機會。所以到那個時候到美國，就是也去尋求機會，了解美國的市場的產業到底台灣能夠有什麼樣的一個機會。好，所以回來那時候就是說75年，1986年那時候，因為想要有一個為台灣這個地方我們創造外匯的地方。第二個也能來豐富地方產業的一個內容，所以我們就在岡山。我笑着說，岡山為什麼只有矽矽，不可以有 IC 呢？我就是偏要，所以我就選定在岡山那個地方。我想就是因為離鄉背井了好多年，知道地方上面我們地方的這一些青年才子所需要的一個舞台。所以我們就將岡山，在高雄岡山就當作我們在當地的一個，在這裡扎根，在這裡成長，在這裡要揚名國際，這是的一個願景。兄弟打拼，其利斷金。那當初呢，兄弟攜手發下這個宏願，除了哥哥呢立下這個目標之外，我覺得 Jeff 也扮演了一個很大的角色。那當然，過去40年，我覺得在企業呢成長的過程當中，應該有遇到一些比較辛苦或是挫折的地方。怎麼樣來轉型成為現在枝強葉茂的盛況？我想這個過程裡面真的心路歷程有蠻多的。那當然，首先是一個在過程裡面。我跟我三哥就Jason就是他第8，我第9，就是在家裡面排行。在過程裡面，我們從小長大有很好的一個默契，所以其實這些所謂的分工更多的會是在互補。企業的經營有很多是屬於打天下，後面是一個理天下，所以有人說策略重要還是執行力重要？即使在整個我的體會是2個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整個前端的這些元件跟後端的這些執行，都是必須去做很有默契的去做配合。國外公司是靠一個系統，但是台灣的這些快速成長跟應變，我們系統的架構也是一種僵硬，但是如何靠台灣人的這一種所謂韌性跟特質，我們做了很多的快速應變，這也是強茂在近20年快速成長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企業的基因裡面已經有
台灣很強的這一種所謂的類似土狗這樣一個特性啊，它的機靈，它忠誠，對客戶的承諾，我們不去做這樣一個失敗的一個 discommitment 所以相對的也得到很多從供應鏈、從客戶很多的這一些的一個資源來成就強茂目前有這樣一個position。其實剛剛 Jeff 講到了我們很大的特質，所以呢，回顧過去幾年有很多經濟的大變化。那尤其是2025年，我想請 Jeff 跟我們回顧一下，因為最近大家都在講這個 AI 的浪潮。雖然很多人看到這是應用端的需求，但的確我們也看到了有特殊領域的分工，像是 AI 的伺服器以及車用電子的部分。尤其強茂集團呢，在這兩項琢磨非常的深。您怎麼來看未來商業的成長？好，我想首先就是在強茂對應到整個市場的這一些中國就大陸那邊整個 EV 電動車、新能源車的一個崛起，那邊是一個很大。那在2021年的時候，它有一個轉折下來。那在前5年又開始一個大浪潮往上去走。其實這過程裡面，我其實也對於所謂新能源車對車載公司的一個也不算轉型，而是另外一個 focus 下一個階段的成長。我們往 automotive 跟 industry 從汽車跟工業這些領域，因為在消費性電子會相對的比較在整個所謂的成本競爭力這邊大陸的崛起之後，我們會比較辛苦，所以逼得我們必須往另外一個更高階的一個應用領域跟產品的發展方向去走。所以汽車近10年強茂一直很穩定的成長中。5年前大概只有就強茂的營收占不到10個百分點，大概是8左右。那到去年25年已經占到39個，就是營收裡面屬於汽車的應用占到39%，我想這些都是一個高的成長。這中間強茂做了很多的一些投資，包括從系統，包括從產品開發，包括從客戶的這些經營，包括客戶的這些驗證。所以強茂近5年就是 for automotive 這個 field 投資了將近超過100個億台幣所以這些都是強茂在發展的一個領域裡面，我們看準了這是一個機會，我們會全力投入，從公司的資源，包括董事會，包括同仁，我們是一個人去。所以在下一個階段我想近1-2年我們看到新能源車可能沒有辦法去高度成長。但是在強茂這個領域裡面，其實是客戶層級在改變的包括它應用是在改變的，所以這些的所謂很成熟的，包括所謂的智能座艙裡面的，包括車燈，這些都已經很成熟了。但是強茂的下一個階段會是在屬於這些動力的傳動系統跟更高階的這些應用，那這一些都不跟所謂現在我們在談一個 benchmark IDM 廠就是類似更高階我們的標杆廠，我們往產品往這個方向去走，讓客戶也體驗到強茂不是只有做很成熟的這些產品，而是在高階產品我們也是有能力做這些開發跟交付所以在從品質系統、產品力跟這些市場客戶，其實強茂在 EV 這一部分下一個階段還是很樂觀的，會去佔更大的一個 TAM。那 AI 其實真的是超乎我的一個預期我想近2年這些 AI 的這些技術發展突破其實真的是太快了。那因為據全部的這些包括資本市場資源、技術資源，包括人才資源，全部投入在這裡，所以它發展的相對會快所以早期的從 data center 到 cloud 這邊，那是現在已經很成熟的這一塊。但是下一個階段，我想包括所謂的冷卻系統那還有到所謂的地端，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比較多在雲端，但下一個階段會更多的量會是在地端包括 Edge AI 或者其他，所以這是強茂對 AI 從雲端到地端，我們都已經在布局的一些產品那當然就是強茂的產品一直走來，我們有很多都是圍繞着所謂的電能電熱跟能源這些節能這一部分去走
所以從最早期的這些 diode 從交流電變直流電，還有其他這些效能，那現在在走的都是這一塊所以產業領域裡面這些的基礎元件、功率元件是不會被消滅的、被取代的。所以在這個領域裡面，我們任何的一些產品開發，就想着跟電有關係如何能夠去幫客戶節省這些效能那能夠去提供這樣子一個性價比、有競爭力的就是往這方向去走。那在整個市場方面，我們會對應到的我們組織跟市場區域客戶，我們會更多的這些連接。所以這是整個構面是強茂在做發展的。剛剛 Jeff 提到了強茂呢抓住了未來的趨勢跟發展。那接下來呢，我要請教 Jason， 因為其實集團呢在過去呢，不管是經濟大事件或者是產品科技的變化上，其實也必須要因應客戶做很多的調整。我們做了哪些改变來調整我們的腳步？好的，我想我們從賣零件開始，到知道客戶怎麼需要 total solution。所以我們這幾年呢，除了零件之外，我們也在強化一件事情，就深耕客戶，深耕有價值的客戶。當你的客戶曾是在 Tier 1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們未來需要什麼。所以在這個着眼點上面，我們就會開始去透過併購、透過轉投資，去豐富我們這個Platform 上面的產品組合，能夠來提供給客戶 One Stop Shopping。那你這樣子的東西，其實這個 Value Added 它才會比較大，因為它不是一個 Part Number 去做比價，它是一個 Solution Provider。所以我們在往這個方向去走，往這個方向去走，你不可能只有你自己的東西。它要一個主動元件，它要一個被動元件，它需要一個 IC driver。那這一些我們現在都具足往這個方向在進行。所以強茂未來它不會是一個零組件的供應商，它會是一個系統的供應商。那說穿了就是說，剛剛Jeff 講到土狗。其實是如何機靈，如何忠誠。機靈就是你看到市場的機會，你如何抓住，你如何往這個方向走。忠誠是讓客戶能夠 trust， 你得到客戶的信賴。那當然，接下來這一個就是你的實現的能耐。但我相信 Jeff 帶領的團隊裡面，我們絕對有這樣子的一個共識。跟這樣一個能力往客戶要的地方走，所以強茂未來是一個可以站上國際舞台的一個亮眼的地方產業開始的一個公司，這是我希望達到的一個位階。好，所以客戶在哪裡，需求在哪裡，我們強茂就在哪裡。对，所以接下來我们要來看到的是產品線。好，所以請教一下 Jeff， 因為包含了高壓跟高頻率的電源，跟包含保護元件的需求也是同步的攀升，所以其實市場上我們每次看到 Semicon 都有這幾大主題包含了 Silicon Carbide Gallium Nitride， 甚至呢是 MOSFET，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您怎麼來看接下來的變化？好，我想從2月份就是日本Nippon 的這 Semicon Show， 強茂也在那邊做一個算蠻成功的一個展示，因為第一個是從solution，就集團剛才 Jason 所提到的，集團這些資源都已經放在這個台面上，用動態模式給客戶知道，所以用體驗的方式去走，這中間有蠻亮眼就是蠻多的一個亮點會在Silicon Carbide的這些 MOSFET 的高壓到1200伏這些的一個solution，其實這些產品強茂都一直在走，那強茂還是本身比較一個務實了，產品自己就內部的這些驗證，包括系統的這些驗證還沒有 ready 之前，我們比較不會在媒體或者其他裡面去做這樣子一個的 announce， 因為我們既然已經 announce， 就是我們有能力去做這些交付。所以回到剛才就是主持人所提到的這些產品規劃，或者其實我們就是這些都是在我們道路上，在整個功率半導體道路上都一直在走的一條路。
所以包括使用 carbide 的哈，就是所謂的 compound 的這些寬能系的這些產品，強茂都是一直不會在這條路上是不會缺席的那很快的就會有這些產品在做市場的交付。產品很快交付，但是現在目前遇到一個卡關點，我們也觀察到了，接下來可能1-2年，這地緣政治的變化也包含了目前看起來的中東局勢，都影響着不管是運輸或者是整個科技業供應鏈的供貨潮。所以呢，不管是 supply chain 的管理跟經營，您目前呢是不是也在這上面做了一些調整？好，我想這次整個中東的這一些所有的戰爭的發生，那當然對於直接影響還是非常輕微的，因為主要供應鏈這些還是在屬於亞洲地區，在整個半導體主要 supply chain 包括日本的這些原材，包括台灣，包括有部分的這些通材是從中國大陸所以這些短期供應鏈覺得是還 OK， 但是長期因為石油對於一些所謂的 chemical 比如化學品這一些是不是會有影響？那短期影響的會是這一些所謂包裝塑膠類這民生用品這個在整個成本影響是比較是非常輕微的。所以在化學品這一部分，我們已經有用了蠻多的模式在做不同區域這些從供應鏈裡面我會增加點，因為主要會是從中東這樣子一個路徑走的，那我們是只有用多一些的一個供應點來做這樣一個預備。好，過去40年來呢，其實有許多的人都跟強茂一起來成長，所以展望未來，我要請教 Jason， 接下來不管是10年、20年，甚至我們的100年，我們都希望呢能夠跟客戶，還有包含我們所有的供應鏈一起共好。這個概念呢，從短期、中期跟長期的需求，我們目前呢是不是有一些比較初步的規劃？是的，因為從 COVID 的事件造成 supply chain 的短缺，我們及時補上，讓 Tier 1的客戶看到我們了，然後在接下來的某一個歐洲半導體的這樣子的一個分裂事件，讓我們得到更多的機會。所以當我們有 Tier 1這些客戶越多支持着我們的時候，他願意跟我們分享更多產業未來他想要發展的方向。所以那當然啦，我們不可能任何的一樣產品都是自己從無到生出來，用時間可以用錢去買时間，這是一個最棒的事情。所以我們會結合着業界既有的產品到我們這個平台上面，利用我們的出海口一起到世界一流的客戶上面。因為要得到一個大客戶的 qualify， 這是一個要走很遠的路，你要很認真的路，你才能夠得到信任。當我們都得到這些的信任之後，下一階段就如何豐富 product portfolio 是我們在進行的事情，所以我們也樂於跟大家共創共好，來將台灣這一個非明星產業的基礎產業功率半導體，其實我們也不會妄自菲薄，因為這像我們 Jensen 黃所說的蛋糕裡面，我們是最底層的那一個電力及算力，我們是做功率半導體，我們在這個電力如何用更好的 performance 來讓高壓的這一個電壓能夠最少的發熱，得到最好的效率。我想我們在 AI 這一塊有很大的一個空間，我們會來進行。那當然這些不是我們在過去的經驗裡面，但是我們現在結合着我們在歐洲的辦公室，我們在日本的辦公室，我們在美国的辦公室，還有台灣这個地方的 ecosystem 裡面，我們會融合到很多的這個產品機會跟技術的支撐。所以我想這也是強茂未來我們可以持續發展一個很大的空間。我充滿着信心。是 Jeff 在經營管理方面有沒有一些願景也要跟大家分享呢？
因為其實以現階段來看，就是強茂的下一個階段的成長，我個人是蠻樂觀，也蠻慶幸的。我覺得強茂的產品準備了，市場機會來了，我覺得那是蠻棒的一件事情。非常感謝 Jason 跟 Jeff 分享過去40年的點點滴滴。強茂40載要未來，期待呢未來更加的根強葉茂，生生不息。強茂有您，會與您一起來成長。拜拜。